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独家专访赵丽颖，和许半夏一样，做演员我有我的野心。11月末，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推出时代群像闯剧《风吹半夏》，豆瓣开分高达 8.4， 成为年末口碑佳作。该剧讲述了上个世纪90年代白手起家的许半夏赵丽颖是凭借其独到的眼光和果敢的个性，在钢铁行业披荆斩棘，闯出一片天地，最终收获成功的故事。自开播以来，浙江卫视《风吹半夏》64成榜单稳居前3，单日收视率高达 1.999。浙江卫视短视频新媒体矩阵播放总量破4亿，单条视频播放量高达5000万加。主流媒体发文点赞，人民文娱赞细腻闯者群像，光明网域闯荡实干精神，北京日报包时代拼搏力量，人民网评现实激励意义。赵丽颖饰演的许半夏也收获众多好评。赵丽颖演出了许半夏身上蓬勃的生命力，激励了我，有些事要敢想敢做，把不可能变成可能。赵丽颖就是天选许半夏。非科班出身的赵丽颖，在大众眼中也像剧中的许半夏一样白手起家，逆风翻盘，演什么像什么是观众对于她的肯定。纵观她的作品，从《楚乔传》中不屈不折的女将军楚乔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兰心蕙质的盛明兰，再到《风吹半夏》中又狠又辣的女商人许半夏，可谓角色万千，各有不同。浙江卫视独家连线赵丽颖，与她聊聊《风吹半夏》的创作过程，谈谈她作为演员的野心。01，她是现在很少见的女性角色类型。Q， 当《风吹半夏》的剧本交到您手中时，您对这个角色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为什么会选择出演这个角色？其中最大的挑战和收获是什么？ A，其实事先和导演聊过这个故事，当时还没看到剧本，但我们对这个故事都非常感兴趣，无论是从题材、故事类型，还是角色人物上看，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一部很好的作品。我对许半夏这个角色也非常感兴趣，她是现在很少见的女性角色类型，非常新颖又有力量。这个故事发生在钢铁行业，又是商人老板之间的故事，和我本身是有一定距离的，所以我会觉得演绎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是个挑战。但在拍完之后，我又挺开心能遇到许半夏的，因为这让我体会到了另一个行业，另一种人生，这也是我和他的缘分。Q， 在实际的拍摄过程中，您是否有针对人物表演方面提出过自己的想法？比如说，针对人物塑造有没有一些特别和细小的设计？ A， 相对于我以往塑造的角色来说，许半夏是有一定难度和复杂性的，加上她身处的背景时代，又是一个比较新的女性形象，当中也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，在这个过程中也会跟导演去讨论，最终呈现出现在的许半夏。从她出场到后面的每个阶段，从外在的造型、穿衣风格，以及细到她的口红色号和耳环，其实都有很多的变化在里面。每个时期都有她所传达的一个重点，比如前期她是在收废品阶段，其实还是比较清丽的，代表她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人物状态。到她去接童萧琪开始，其实已经能看到他们这5年时间，许半夏已经偏向于物质跟做生意，变成一个稍微带一点点世俗的女性，有一些欲望在身上。她去钢铁交易会，穿的是最瞩目的一个，选择的是一套红色的衣服。中期刚嫁回春，许半夏一夜暴富，她走路的姿势在那个阶段还是比较有气场的。在跟不同演员的对手戏里，这个角色慢慢立体起来。作为一个群像故事，每个角色都非常的立体，
通过许半夏的经商之路带出来那个时代的变迁，商业的变迁。Q 网上有观众说，许半夏是白手起家、逆风翻盘的典型代表。许半夏与现实生活中的您相比较的话，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？又有什么特点是最让您欣赏的？ A 我们的相似之处大概是都比较偏事业型的人吧，但可能我会比他平和一些。许半夏他非常有想法，有头脑，也有手腕。他的敢想敢干是建立在自己对时机的把握、对时事的判断上的。他的成长经历也造就了他的性格圆滑、顾全大局、社交达人，这些构成了完整的许半夏。我欣赏他，也欣赏他的这些特点。Q 阿奈的小说其实也是很多次被搬上电视剧，您之前有看过阿奈的小说或者相关的影视作品吗？ A 我看过一些，我比较喜欢的是都挺好，他的作品让我有一些想法在里面。其实原著不得往生会更复杂，体量也会更庞大。02我也希望自己是多变的。Q 自剧集播出以来，很多网友说看到了不一样的赵丽颖。在您的微博里，我们看到您和导演有这样一段互动，这样的感慨是您作为影视从业者从拍戏的角度发出。我们说许半夏有自己的野心，那么作为演员的赵丽颖，您有自己的野心或者说愿望吗？ A 演员其实是追求塑造不同的角色，我也比较喜欢塑造不同的角色，不同的人物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感受，我也希望自己是多变的。Q 这一次和傅东育导演合作，他在指导过程中带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 A 之前在《理想照耀中国》中有和傅导合作过，他是一个很有想法、很会调动演员情绪的导演，同时也非常尊重演员。我们会一起讨论很多关于角色、关于表演的细节，导演也给了我们演员很大的安全感。Q 和欧豪和李光洁两位老师应该也是首次合作，在拍摄过程中，与他们二位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互动？可以谈谈和两位合作的感受吗？ A 是首次合作，和他们两位老师在剧中的对手戏也很多，合作起来还是很愉快的，也很快就建立起了默契。经常会在现场有一些即兴的想法，大家一起碰撞讨论之后，会让我们呈现出的表演更加到位，更加精准。Q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许半夏和赵磊在《风吹半夏》之中的人物关系解读吗？ A 我看到网友的一些解读，双向奔赴我觉得挺新鲜的。他们是属于商人与商人之间的来往，大家都是在一个段位里，一开始其实是以利益为主，势均力敌。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既然都是商人，他们在一起谈感情，其实是一件比较残酷的事情。他们对于感情都是有周旋在里边的，互相都没有那么快的承认这一点，因为大家都很理智，也都是成年人。而且许半夏这个女人其实很难 hold 住的，当然赵雷也是非常有魅力的，会吸引到许半夏。他们的感情还挺有意思的，互相拉锯又互相牵绊，但他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，仍然互相信任，这一点也是非常难得的。Q 风吹半夏的拍摄地正好是在浙江，而浙江商人也是在时代浪潮中把握机遇，弄潮而上。从许半夏的角度看，商人创业最宝贵的特质是什么？假如让您以许半夏的身份给正在打拼的女性观众说一些话，您会说什么？ A 商人创业最宝贵的特质，能够发现机遇，把握住机遇，并且带着能够统筹全局的头脑，敢想敢干。我想说，想做就去做，不后悔，不纠结，相信自己。